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报民说。这期话题呢，我们说一说俄军重塑它的军事政治工作的话题。2018年7月30号，经俄罗斯的总统、武装力量总司令普京的批准，俄军成立了俄联邦军事力量政治总局。这标志着源于苏军的政治工作从组织体系上的正式重构。2019年，在列宁军事政治学院成立100年之际，俄军决定正式恢复这一所大名鼎鼎的政治工作院校。2021年，俄举行隆重活动，以纪念俄罗斯伟大的军事政治活动家涅夫斯大公。俄罗斯的这些举措释放着重要的信号，尽管存在着诸多的争议，俄军呢已经走向重塑军事政治工作之路。俄军的思想政治工作脱胎于前苏联军队，而苏军的思想政治工作源自马克思主义，并由列宁发展成熟的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它是苏联军队的建军之本，也是苏军的军魂。苏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在国内战争的炮火硝烟中产生，在残酷的卫国战争中得到了检验。长期的建军实践充分证明了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的强大的威力。在将近半个世纪的冷战中，它是唯一的能够与美军抗衡的力量。这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始终坚持党的绝对领导，注重思想政治建设，建立完整的政治工作体系，并将其定位为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的根本原因。在苏联中后期，苏军的政治工作逐渐的变得死板僵化，直至被戈尔巴乔夫改革所彻底的摧毁。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鼓吹的新思维、军队非党化，抽空了苏军的建军之本。苏联最高领导人质疑或者是放弃了本应坚持的社会主义道路，不再相信在党旗下说过的誓言，不再热爱自己所领导的国家，并且利用自身所掌握的政治权力，有意无力地促使更多的人质疑或放弃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仰。最终呢，苏军的瓦解，苏联的解体便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现实。这一支看似强大无比的军队，却在赋予其生命的政党最危难的时刻选择了袖手旁观，甚至还反戈一击，不仅直接导致了苏联的分崩离析，苏共的红旗落地，而且最后自身呢也土崩瓦解，给后人留下了数百万人齐卸甲，更无一个是男儿的感叹。苏军在短短6年之内土崩瓦解，除了经济、政治以及社会等方面的外部因素以外，内部思想政治工作涣散是主要原因。普京执政以后呢，俄罗斯痛定思痛，开始逐步的恢复发展并创新军队政治工作体系，使俄军官兵的精神面貌呢焕然一新。俄军重塑军事政治工作源于意识斗争形态复杂尖锐的形势所迫，俄军落实爱国主义的教育方案的任务所系，以及树立军人的正面形象、提升士气的内在要求。主要做法包括建立军政工作系统、建章立制、制定军政训练计划、开展大规模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等7个方面的内容。但是俄国内对俄军军政工作态度不统一，俄没有国家意识形态，相关织成规范的法律基础不牢等多个因素，仍然在影响着俄军政治工作的现代化建设进程。当前俄军重塑军事政治工作是出于3个原因：一是意识形态斗争的严峻形势，让俄军官兵产生对抗社会错误思潮和西方文化价值观的免疫力已经刻不容缓；二是俄罗斯开始全面的落实普京总统提出的爱国主义的教育法案，这其中就赋予了俄武装力量的目标任务，就是要把公民教育成热爱自己的祖国，准备为其服务，希望并善于保卫自己的国家，捍卫其主权。三是树立军队的正面形象，提高军人的士气，重振俄军光荣之路的需要。要通过政治教育和宣传凝聚军心士气，使官兵保持高素质的精神心理状态，能够随时随行使命任务。俄军重塑后的军政工作呢，已经开始产生积极的影响。在确保部队具有顽强的战斗意志、
和良好的精神面貌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叙利亚反恐战争和当前的乌克兰战场上得到了印证。一大批青年官兵呢，在战场上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大无畏的战斗精神，有的悍不畏死，与敌同归于尽；有的死战不退，与敌人战斗到最后一刻。俄军大部分部队在精神面貌、心理稳定性这些方面是胜过对手的，对自身呢充满了自信，这已经成为了公认。好，这期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